大家好，我们是牛爸兔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Good Inside》这本书的第10到13章，其中第13章的小孩发脾气其实是好事儿，我们觉得尤其棒，一起来听听看吧。首先第10章呢，是 Dr. Becky 的第10个，也是最后一个育儿原则 Self-care， 关爱自己。成为父母之后呢，关爱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首先，我们可能从早忙到晚，忙完工作忙小孩，生活中还有处理不完的琐事儿，可能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其次呢，我们在考虑自己时，很有可能会有负罪感，尤其是咱们中国小孩，很多都是在妈妈无私的奉献中长大的吧。我们也很有可能习得了妈妈的模式，把自己的需求放到最后。对呀，电视不老演吗？就是吃饭的时候，妈妈会说：“你们吃吧，我不饿。”然后大家吃完以后，妈妈偷偷去厨房里面添盘子。作者说呢，做那个为孩子牺牲一切的家长，其实不仅不能帮到家长，也不会帮到小孩。因为这样的家长会跟小孩情绪勒索、道德绑架吧。总是说，比方说，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都不怎么样；我为你牺牲了这么多，你都不回报。更有甚者，还会说小孩是白眼狼，白养你了。对，小孩也会觉得很内疚吧。爸妈为我付出那么多，觉得都是自己害爸爸妈妈这样的，这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了。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能量，怎么能把能量给孩子呢？不从孩子身上索取能量就不错了。而且我们也想给小孩做个照顾自己的榜样，让他们也学会在履行自己职责的同时照顾好自己。接着呢，作者就提供了一些关爱自己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深呼吸。什么意思？太简单了，是不是？它是有理论依据的。他说，深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会刺激负责休息与修复系统的迷走神经。这个神经是人体最长、最复杂的脑神经，也是负责战斗或逃跑系统的交感神经的对立面。所以呢，当我们感到特别生气或者焦虑的时候，一个简单的深呼吸动作就会让大脑告诉你，你很安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能挺过去。第二个关爱自己的方法呢，是承认、肯定、允许自己的情绪。可能我们很多人从小都没有调节情绪的训练，我们比较习惯的是压抑情绪，或者回避情绪，或者发泄情绪。我是压抑和回避情绪，但好像你是发泄情绪。对。所以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一个做法呢，是告诉自己，我的情绪不是我的敌人，我的情绪很合理，我可以有情绪，我也能够忍受这种不舒服。比方说你发泄情绪就不肯定自己情绪了吗？没太明白。你发泄情绪其实是你把你的情绪转化成了不好的行动，但作者在这里说的方法，承认、肯定、允许自己的情绪，让你调节了自己情绪，并没有做出不好的行动。我就在刚刚就应用了作者提供的这个方法，我发现特别的有效。刚刚发生的事情呢，是我陪牛牛睡觉嘛，他迟迟睡不着，然后呢，我内心非常的焦虑，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做牛爸兔妈只有晚上孩子睡着之后这一点点的时间。我当时心里非常的着急，我就想起了作者说的这个方法。第一步，察觉自己的情绪。怎么察觉呢？我就是观察自己，我觉得我很着急，我非常的焦虑，我慢慢的感受到我身体里面这种焦虑在积累，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受。第二步呢，就是肯定自己的情绪，相信你的感受有道理。你可以给自己讲一个故事，解释自己的情绪。所以当时呢，我就是告诉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录视频，还需要剪视频，我没有时间了，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着急。那我有这种着急和焦虑的情绪也很合理。第三步呢，是允许自己有情绪。所以我当时就对自己说，我可以焦虑，我可以有情绪，我可以不高兴。也没人不让你有啊，可以有啊。但是我这样做了之后，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发现我那个焦虑的情绪减缓了非常多，我可以安安静静的躺在那里陪牛牛了，非常耐心的等他睡着。通常历史上这种情况下发生，我可以忍在那里，因为我知道牛牛睡不着不是因为他不想睡，他也想睡，他只是睡不着。但是之后呢，我会把这个情绪发泄在你的身上，对不对？我会怪你为什么下午让他睡那么久，
但是今天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发现我的情绪已经走了。真的很有用。在这里呢，我们允许自己有情绪，但是要注意呢，行动上我们不能失控，不能把气撒在别人身上，尤其是孩子身上。当你面对孩子的时候呢，你要提醒自己用平静的声音讲话，温柔地对待孩子。有道理。第3个关爱自己的方法呢，是满足自己的需求，别害怕麻烦别人。作者呢，先让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让我们大声说出这句话：我有权利为自己争取，即使这样会麻烦到别人。我有权利为自己争取，即使这样会麻烦到别人。说完后，你观察自己的反应，你有什么反应？是不是可能我比较自我了？我才不在乎麻烦不麻烦别人呢。你是这样的人，因为你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会质疑这句话，我会觉得我们会不会太自私了？因为我们从小学的就是要做一个懂事的小孩，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作者在这里说呢，有时候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别人的不方便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你想另一半看孩子，然后自己待一会儿，你另一半不一定会开心啊。但作者说，我们的任务不是让所有人开心，别人的任务也不是来肯定我们的决定，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决定，别人不开心是他们的自由。这个不就是现在很火的课题分离？对啊，我觉得这个很难，对我来说很难。第4个关爱自己的方法呢，就是为自己做一件小事儿。如果满足自己需求这件事儿对你来说真的很难，那我们就可以从一件小事儿开始，比如早上喝一杯水，做几次深呼吸，好好让自己吃顿饭之类的。最后一个关爱自己的方法呢，是修复和自己的关系。作者说呢，我们在读这本书，就说明我们在学习和思考怎么爱小孩，可能也在尝试打破有毒的待机模式。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们很棒。可能有时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做了让我们后悔的事儿，但我们还是可以告诉自己，我有能力修复关系，我是一个好妈妈，我是一个好爸爸。你听懂了，挺好的。这就是第10章的内容啦，觉得怎么样？这一章挺好的，这章这可能是我听过最实用的一章。为什么？在这里面的例子都是非常实用的，而且是可能是作为这个亚洲孩子最需要的。怎么爱自己？对啊，不给表扬啦，然后道德绑架，然后什么情感勒索，这是非常常见的。接下来第11章呢，是 Building Connection Capital， 和小孩建立情感连结。我们上一期提过，作者说呢，行为是一扇窗，不管是孩子发脾气、顶嘴、叛逆、撒谎还是哭闹，那只是表面的症状。要改变这些行为的方法呢，是我们要和小孩修复关系，建立连结。作者在这里说的原文是 build connection， 中文直译的话是建立连结，但我读完之后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培养感情吧。作者说呢，我们可以把和小孩的关系想象成一个银行账户，我们存在账户里的钱就是感情，孩子的行为就反映了我们的账户余额。如果账户里存了很多感情，孩子就会感到安全，感到被爱，感到自己被看见了。这些积极的内在感受就会以很好的外在行为表现出来，比如和家长合作而不是叛逆，或者能很好的调节情绪而不是哭闹发脾气。父母不仅可以给这个情感账户里存钱，我们也时时刻刻在取钱。比如当我们让孩子去收拾玩具、清理房间，告诉他们别玩玩具啦，得吃饭啦，这个时候我们都在消耗感情，因为我们是在要求孩子做他们本来不想做的事儿，要求他们遵守我们制定的规则。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小孩愿意和我们合作，做好的行为，那我们得想尽办法往这个账户里存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孩子培养感情。明白，我觉得挺对的。作者呢提供了几个高性价比的培养感情的方法。第一个也是他最推荐的方法，就是放下手机，专心陪玩。他说呢，孩子最想要的就是家长的关注。当他感受到家长的关注时，他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是重要的，是被爱的。所以给他全部的关注，是我们和他们培养感情最高效的方式。作者说呢，我们一定要非常明确地告诉孩子，你要把手机放下了，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你意识到手机会分心，
你会给他们全部的关注，这样就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被重视的，会觉得很特别。你可以让小孩给这段时间起个名字，这样小孩也会觉得被重视，很特别。而当我们陪小孩玩的时候呢，我们要让孩子来主导游戏内容，你的任务是观察和陪伴。我们的目标呢是进入孩子的世界，因为我们平时总是在要求孩子进入我们的世界。注意哦，我们不要质疑和引导孩子，人家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不知道干啥就模仿孩子。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专心陪玩不需要很久，15分钟、10分钟，甚至5分钟也可以。只要孩子感受到了被重视、被爱，他的行为自然就会逐渐改善。所以在培养感情的投入产出比上，这个方法是最划算的。第二个方法呢，是作者发明的一个游戏，叫加满妈妈或者加满爸爸的游戏。就是每当小孩的行为不好时，他会深吸一口气，温柔地说，我觉得你是想告诉我你现在没有被妈妈加满。妈妈温柔下来以后呢，小孩子的状态也不是那么对抗了。小孩可能会说，妈妈现在只到我小腿这里，然后妈妈就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轻轻地捏捏他，抱抱他，直到小孩说妈妈已经加到头顶了。然后妈妈会再多抱一下，说这样你就多存了一点妈妈，接下来的时间就不会那么难熬了。这挺有意思的。小孩的行为不一定会马上就改善，但是这个方法让小孩和大人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小孩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爸爸妈妈。所以下次当小孩的行为很糟糕的时候，你和小孩就能从孩子的内心是好的，他只是没有被爸爸妈妈的爱加满这个视角去理解他，那小孩调节情绪的能力就自然会变强。我觉得这老外很容易做到。你爸你妈抱过你吗？没有。你觉得你能做到吗？抱抱他，跟他加满。我觉得我慢慢可以。好，上一代就别要求这个，连我们自己都没这概念。我觉得是只是就是听到这个你会觉得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第三个和孩子培养感情的方法呢，是接种情绪疫苗，其实就是为预知的困难场景彩排，提前教小孩察觉、肯定和接纳自己的情绪。那在那一刻真的到来的时候，小孩已经做好了准备，他的身体已经学会了调节自己的情绪。这个过程呢，就像是接种疫苗一样。比如小孩要开始做比较难的作业了，那在开始之前呢，你可以试试看给小孩接种情绪疫苗。家长可以说，我知道你这个作业很难，我完全理解，我小的时候也觉得作业很难，特别烦。我们要不要鼓励一下自己？我听说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对自己说一些鼓励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容易一点哦。我有跟牛牛说这个。第四个培养感情的方法呢，作者起的名字是情绪长椅 The Feeling Bench。 他说，当小孩情绪很强烈的时候，就好像他们被放在某个情绪的长椅上，比如愤怒长椅、失望长椅。在这种时刻呢，他们最需要的是有人陪他们一起坐在这个长椅上，而不是试图把他们拉下来。我读完呢，就觉得把这个 fancy 的词儿换成简单的中国话，就是陪伴。陪伴就是在跟小孩培养感情，也是在帮小孩培养韧性。陪伴小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一些共情他、鼓励他的话。你可以说，有时候我们确实没办法立刻好起来，难受的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对自己说一点温柔的话，鼓励一下自己，找个能懂你的人聊一聊。我们还可以说，我就在你的身边，我们一起面对这件事儿。我在想，我感觉这些概念都很新的概念。为什么陪伴为什么是很新的概念？我就说，比方说像我这样是不是情绪比较少，我就没有要求过，包括是另一半或者说是爸妈要陪伴和倾听，所以这个行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新的概念。其实你也没有调节情绪，你也没有接纳情绪，你做的事情就是回避和压抑情绪。也有可能吧。作者在这些方法之外呢，还提出了几个别的方法，比如在家里多笑一笑，多搞一些好玩的活动，把家里搞得很轻松愉快。还有呢，用自己的经历去跟小孩共情，以及呢，
自己做了伤害小孩感情的事之后呢，一定要跟小孩去修复感情等等。所有这些方法呢，都不是什么高深艰涩的理念，我觉得都是人之常情吧。我们作为家长肯定能感受到做什么事儿能让自己的孩子感到幸福，那就去做就好了。比如我给孩子做他爱吃的菜，以及总是早早去学校接他，这些事儿可能没有一个作者起的那么 fancy 的名字，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最好培养感情的方法。你可以跟作者学习，起个 fancy 的名儿，比如说想要抓住孩子的心，就先抓住孩子的胃。哦，这一章我们就结束啦。到这里呢，我们讲了这本书的前11章，前10章呢是 Dr. Becky 的10大育儿原则，第11章呢是 Dr. Becky 推荐的和小孩培养感情的方法。接下来所有的章节是讲如何应用这些育儿原则来应对小孩各种不好行为的，每一章呢对应一种行为。第12章呢是第一个要应对的行为，小孩不听话怎么办？作者举例说呢，一个家长跟他求助，说我说什么我儿子都不搭理我，我说什么他都不做，他完全不尊重我，所以我只能吼他，我还能怎么办呢？作者说呢，小孩不愿意听话，是因为我们要求孩子停止做他们喜欢的事儿，去做他们不喜欢的事儿。比如呢，牛牛玩玩具玩得正高兴，我们叫他洗手吃饭，他就磨磨唧唧的装听不见。换位思考一下呢，如果你老板要求你加班，你也很难马上配合吧。从我们的角度想，如果别人要求我们做一件我们不想做的事儿时，我们愿不愿意配合，通常取决于我们跟对方感情好不好，我们是不是信任对方。如果小孩不听话，说明你得在情感账户里多存一点感情了。你在账户里存了感情，现在要求小孩听话，就是取出感情的时候。取出感情呢，也有策略，因为我们不希望孩子因为怕我们而选择服从，我们希望他们因为信任我们而愿意配合。我同意。作者推荐的策略呢是，首先你在跟小孩提要求之前，你得先进入小孩的世界，和小孩连接起来。当小孩感觉到被看见，他就会觉得跟你很亲近，他就更愿意配合你。比如呢，我们可以说，哇，你这个房子搭得真漂亮，太厉害了，现在要停下来去吃饭真的很难，要不咱们搭完他的车库就去吃饭，吃完了再赶紧回来搭。我就是用了这个方法，这些有用的。第二个策略呢，是给小孩一点选择的空间。比如你可以说，咱们是现在就吃饭，还是玩1分钟再吃饭？这个也是有用的，我用过。第三个策略是把自己的要求用搞笑的方式提出来。比如，听爸爸说话确实有点无聊，那如果我一边转圈圈一边讲，会不会好玩一点？或者，我要闭上眼睛啦，当我睁开眼睛时，要是牛牛已经在吃饭了，那我可能会吓得到处跳，还会摔倒在地上。我觉得这是好的，对于我们亚洲家长来说真有点难。那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吧。所有这些策略的核心呢，都是让孩子感受到我们不是命令，而是带着理解和尊重的邀请。挺好的。这就是小孩不听话我们该怎么做啦。接下来呢是这一期的最后一章，小孩发脾气怎么办？这一章呢我非常喜欢。作者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一个3岁小孩跟妈妈要求早饭吃冰淇淋，妈妈不同意，这个小孩呢就躺在地上大哭大闹，说我就要冰淇淋，我就要冰淇淋，没完没了的发脾气。作者解释呢，小孩为什么发脾气，通常是因为孩子想要某样东西，比如这个例子里的冰淇淋，但是出现了阻碍，他没能如愿。我们上一期有讲，人的身体就像一个大罐子，罐子里装满了各种情绪。孩子在想要某样东西却得不到的那一刻，他感受到挫败、失望、嫉妒、悲伤、愤怒，种种负面情绪，导致这个瓶子里的气体太满了，满到这个瓶子装不下了，一下子喷出来了。所以孩子的情绪崩溃了，不是他故意不听话，是他当下的情绪太强烈了，他没办法处理，所以只能以哭闹的方式爆发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孩发脾气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对，而且是儿童健康发展的一部分。小孩发脾气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他马上停下来，并且以后再也不发脾气吗？作者说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希望孩子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使被拒绝也能坚持自我。如果你从小就把孩子养成别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那等他长大以后，你又凭什么希望他有自信、有主见，敢于为自己争取呢？如果我们希望女儿长大以后面对渣男能说出不行，我不喜欢，你给我放尊重一点，当然儿子也一样哈。如果我们希望不管男孩女孩在职场上都能为自己争取升职加薪，我们就不能在小时候用乖还有听话来驯化他们。这样看，其实发脾气是一件好事，小孩是在识别到自己有需求，并且表达出他们的需求，而且在被拒绝的情况下还能不屈不挠的去争取。对呀，是的，这种强烈的我想要的感觉是健康成长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你不觉得我想要这种感觉就是你最缺的东西吗？应该是。我比较佛系，我觉得很多咱们老中的乖小孩都是按照爸妈安排的方向长大的，自己只知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这个方向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对，等到长大了之后，确实上了不错的大学，有了不错的工作和生活，甚至对象都是爸妈相亲帮忙找到的，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突然没有自己的目标了，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它已经形成了我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我只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这个脑回路。好像你就不是这样的。对，我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比较算是放养长大的，我爸妈不怎么要求我听他们话，我从小就被说很厉害，惹不起，所以我跟你对比的话，我就会发现我常常都有我想要这种感觉，然后在职场上我确实是升职加薪要的最直接的那种人。对呀。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吧，就是不希望孩子压抑自己的欲望，否定自己的想法，做一个从来没有要求的小孩，对吧？但是如果小孩的要求不合理怎么办呢？没错，小孩的要求常常是不合理的，我们不应该满足这些要求，我们要做的是帮孩子建立在这种时刻能够调节情绪的能力。所以我们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目标其实不是要让他们立即停止发脾气，而是帮他调节情绪。那么怎么帮他调节情绪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哈，你小的时候哭闹的时候，你爸妈是怎么对你的？要么就是说你吼你不要哭，要么就是不理你，忽视你的情绪。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会大吼：哭什么哭，哭有什么用？咱们的爸妈在小孩哭闹的时候，通常都会用很粗暴的方法制止。现在想一想呢，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大人自己看到小孩哭的时候，自己会很焦虑，他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教不好小孩啊，他也不想觉得我的小孩怎么这么差劲，所以他被自己焦虑的情绪给淹没了，然后他就无能狂怒，通过吼出来排解自己的焦虑。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是他们自己都不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他都没有识别自己的情绪啊，他就无能狂怒嘛，这一切都是本能发生。那即使是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他仍然会做这些事。所以他不想让自己觉得我的小孩这么差劲嘛。很有道理。所以调节小孩情绪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先调节自己的情绪。我们得自己保持冷静，用我们自己稳定的状态去影响他们。怎么做呢？除了我们之前提的那个调节自己情绪的方法，还有一点呢，就是回到我们第一期讲的那个育儿原则 ，good inside。你得提醒自己是 good inside。孩子崩溃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很好，我是个好家长，我的孩子也是个好孩子，这事儿我能处理。好。第二个调节小孩情绪的方法呢，是我们第2期讲的其中一个育儿原则，就是 two things are true， 真相不唯一。我们可以告诉自己，也告诉小孩，家长可以说 no， 小孩也有权感到不高兴。好。第3个调节小孩情绪的方法呢，就是和我们在 Siblings Without Rivalry 那本书里学到的方法一模一样了，就是描述小孩的感受，比如你吃不到冰淇淋很不高兴，和描述小孩的愿望，就说哎呀你好想吃冰淇淋，妈妈知道。当我们说出小孩的感受和愿望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帮小孩识别自己的情绪，小孩能感受到我们是理解他的，他被看到了就更容易能冷静下来。我同意，这个我们学过了。第4个调节小孩情绪的方法呢，是肯定情绪的强度，这个是以前没见过的新招啊。比如
你可以说，你真的太想要吃冰激凌了，想得像这个房间这么大啊，像这个厨房那么大吗？像整条街那么大吗？这样做呢，可以把混乱的情绪具体化，孩子更容易理解。其次呢，你也让他们觉得你看见了他们的情绪有多强烈。然后你可以说几句漂亮话跟他们共情，比如说啊，我很高兴知道你有多难受，妈妈会陪着你。那用这4个方法陪着小孩走完他的负面情绪，这就是小孩发脾气时候我们的任务清单。挺好的。是不是感觉很简单？不是很简单，但是肯定有效。所以小孩发脾气的时候，你就按照这4个方法完成，直到他哭完了，任务就圆满结束。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内容啦，我们下一期再见啦。